如果你的影片越有趣，那么观众就会越享受观看，他们就会观看更长的时间，这样 YouTube 算法就会推荐给更多的观众观看这部影片。所以今天这期影片，我就告诉你一些技巧，去丰富你的影片，去让你的影片变得更加有趣。这些技巧适合于任何的影片类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频道，我是 Grayson。如果想通过 YouTube 频道在网上打造自己个人品牌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是完全免费的。在底下描述栏也有很多进 YouTube 频道使用工具。在 YouTube 上，如果观众离开一部影片，主要会有2个原因。首先，第一个原因就是这部影片没有办法提供他们想要的内容；第二个原因就是这部影片过于的无聊。这部影片主要会教大家如何解决影片过于无聊的问题。其实有个最简单、最容易操作，并且效果最明显的方法，就是在影片里面加入各种元素。你可以加入屏幕录制、B-roll、图片、图案等等。首先，第一个方法就是屏幕录制。我会看到过很多人都用屏幕录制的方式去制作影片，但是他们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，就是他们屏幕录制的影片从头到尾大小都是一样的。这个错误是非常致命的。我们要知道，大部分的观众是在手机上面观看 YouTube 影片的，所以如果你录制屏幕的影片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大小，那么有些细微的操作观众就看不清楚。如果他们看不清楚，就没有办法理解你的内容，这样就会导致很多观众就会很快离开你的影片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在使用屏幕录制的时候一定不能偷懒，以为这种形式就不需要剪辑了，其实还是需要的。你需要在某些时候放大你的画面，让观众集中注意力观察到你的操作，以便他们理解。或者你可以把你的鼠标光标变得明显一些，这样观众就能够很容易的跟随你的操作，知道应该具体点击哪个选项。或者你可以加入一些方框类、箭头类的指向元素去引导观众。这些所有的操作不仅能够让观众看清你的影片内容，理解你的操作，也能够让你的影片变得更加有趣，不会从头到尾画面都是一样的大小，变得非常无聊。第二个方法就是加入 B-roll。有很多刚开始制作影片的人可能还不知道 B-roll 是什么。既然会有 B-roll， 就会有 A-roll。我现在的画面就是 A-roll， 是我影片的主画面。B-roll 就是我叠加在 A-roll 上面的画面。举个例子，我在讲述一款相机，如果不使用 B-roll， 只有我的 A-roll， 那么就是我在讲述一款相机的外观还有功能。那么可能你就会无法具体想象到这款相机到底是什么样的。但是当我结合了 B-roll， 也就是说我拍摄了相机的画面，那么你就能够很容易的结合我所说的话去明白我的意思。这就是 B-roll 的功能，能够提供给观众一种情境，去描述一个画面，去描述一个场景，让观众更容易理解。同样的，也可以让你影片变得更加有趣。B-roll 你可以自己拍摄，也可以使用一些无版权的素材网站。我这边会告诉你一些免费的无版权素材网站，如果你需要，可以在看完这期影片之后去看一下那部影片。第三个方法就是加入图案。在你的影片里面，你可以适当加入一些图案，去点缀你的影片，让你的影片变得更加有趣。例如在我的影片开头，我会呼吁观众去订阅我的频道，这个时候也会跳出一个订阅按钮的动画，这样不仅能够视觉的提示让观众去订阅我的频道，同时也能够让我的影片增加一些新鲜感，增加一些动感。或者说我在说到一个重点的时候，我会加入一个文字动画，这个文字动画也能够帮助我强调这个重点，帮助观众集中注意力，打破他们现有的模式，让他们重新产生兴趣。你可以在你影片里面加入很多种图案动画，可以是一些文字效果、图形，还有一些定制化的元素等等，这些都能够丰富你的影片。第四个方法就是加入图片。加入图片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 B-roll， 图片也可以很好的解释你当前所说的内容，给观众营造一种情境还有氛围，让他们更容易理解你的内容。你加入图片也是需要无版权的，现在有些网站能够提供大量的高清的无版权素材图片，我这部影片已经整理好了一些免费的无版权素材图片网站。这里再给大家一个技巧，在你加入图片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加入一些动感，例如慢慢放大、慢慢缩小，这样就不会让观众一直看着一个不动的图片。给图片加入个动感，能够更容易让观众集中注意力。给图片加入动感也十分简单，你可以在你使用的剪辑软体里面加入一些关键性的变化。第二个方法就是重视影片的音质。影片音质的好坏能够很大程度影响观众的观看体验。影片的音质有很多方面的考虑，例如在你录制影片的时候，你的收音够不够好？你录制出来的影片，观众是否能够听清楚你在说什么？如果观众都听不清你在说什么，那么他们就会很快离开你的影片。或者说你在录制影片的时候，录制进去了很多背景的杂音，如果你的影片里面有很多背景的杂音，那么就会导致观众很容易被这些杂音进行干扰，让他们分心，就会导致他们很快离开你的影片。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欢在影片里面加入一些背景音乐，这是很好的，
能够增加你影片的丰富程度。你也可以更进一步，在影片的不同部分使用不同的背景音乐，这样就能够通过不同的背景音乐去控制整部影片的节奏，观众会被你的节奏带着走，从而提高他们的注意力。这里我推荐一个网站叫 Artlist， 里面有提供大量的音乐，有非常多的种类去满足你不同的需求。同时你也可以使用一些音效，例如在我的影片里面，如果有一个元素进入到画面，我会给这个元素配合上一个音效，这样观众会有不一样的体验，给这个元素增加了动感，让这部影片变得更加有趣。第六个方法就是去除语气的填充词。我知道大家在平时说话的时候，很容易加入一些语气的填充词，例如但是在你的影片里面，尽量去除掉这些填充词。有人可能会说，如果保留这些语气的填充词，会让这部影片变得更加自然。如果你的影片里面偶尔出现一两次语气的填充词，是能够达到让影片变得更加自然的效果，观众也是能够接受的。但是如果你整部影片都充满了语气的填充词，那么这部影片的节奏就会变得非常慢，观众是没有耐心观看完这部影片的。并且如果你的影片里面涵盖了太多语气填充词，就会显得你非常不专业。我们很少会看到其他的 YouTube 影片里面有出现这样的情况。第七个方法就是重视影片展示。影片展示的形式是非常重要的，即使你有非常好的内容，但是你展示形式不够恰当，观众无法理解，观众不感兴趣，那么这部影片是很难留住观众的。有非常多内容展示的形式，例如你可以通过简报展示的形式，你可以通过屏幕录制的形式，你可以跟我一样在镜头面前对着镜头说话，也是一种内容展示形式。你还可以通过 vlog 形式，这些都是可以的。你也可以混合多种展示的形式去传递你的信息。你要记住，你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通过你的展示形式，让观众更加容易理解内容，去接受你的内容。你还需要重视影片结构，有一个好的影片结构，能够在你录制影片的时候思路更加清晰，也能够更好的帮助观众理解你说的每一个知识点。就像我的这部影片，我的影片开头会有个 hook， 去快速抓住观众注意力，然后再分成几个要点，去细致的分析。影片展示非常重要，你要学会如何更好的和观众进行交流，这样观众的反馈才会更好，就会让 YouTube 算法推荐这部影片给更多的观众观看。第八个方法就是你要学会讲故事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听故事，在我们听故事的时候会显得更加专注。例如一个老师在讲一个枯燥的知识点，如果他只是像复述课文一样告诉你这个知识点，那么你就会觉得这个知识点你无法理解，会显得非常枯燥。但是如果有老师在跟你讲故事，并且融入了这个知识点，那么你的记忆一定会非常深刻，因为你的脑海里面已经有了画面感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在今后策划内容的时候，想想是否能够加入一些故事性，把一些枯燥的信息加入一些故事，用故事的形式和观众进行交流，让观众更容易理解，相信影片的续看率一定会提高很多。这期影片和大家分享了很多让影片变得更加有趣的方法和技巧，但是也不要压力太大，想一下子就运用所有的技巧。你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运用一种、两种的技巧，在你熟练之后，你可以运用其他的技巧，去不断提高你影片的质量。如果你在上传影片的时候看到那么多步骤，不知道应该如何设置，我这里还准备了一份影片上传清单，你会告诉你正确上传一部 YouTube 影片所需要的步骤。大家可以通过评论区链接去免费领取这份清单。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新手 YouTube 频道经营的方法，可以去看我这些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个赞。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，欢迎订阅我频道。如果想和我更多互动，可以关注 IG， 在底下描述栏也有很多进入 YouTube 频道使用工具。那么下次再见，拜拜。